你敢相信吗？朝鲜最大的变化就是让人觉得他们这些年没有多大的变化，然后突然搞出来一个核武器。在朝鲜人看来，朝鲜半岛是不可分割的。如今的韩国只是被美国控制的傀儡政府，不想被美国欺负，朝鲜强大起来是必然的。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朝鲜到底有多可怕的面纱。朝鲜战争停火，美朝中签署停战协议后，韩国一直仗着驻韩美军在狐假虎威，可是美国几次三番的来找朝鲜麻烦，都是吃了憋回来的。即便如此，美韩依旧不死心，趁着朝鲜核武器多次地下实验成功，在朝鲜半岛开始了联合军演。一开始，朝鲜2号人物金宇正只是隔空喊话，希望尹锡悦能够识趣一点，不要让朝鲜的导弹飞到了首尔上空。眼看事态愈演愈不对劲，朝鲜直接来了一个在线征兵，一天之内就有将近80万人报名。要说韩国全民皆兴，那么朝鲜就是全民皆兵了。如此迅速的征兵能力就是他们的可怕之处，对待美帝的团结力量也是难以想象的。但无法忽略的一点就是朝鲜态度和核武器都很强硬，但是朝鲜的经济就真的不如隔壁的韩国了。朝鲜到底有多可怕？从日战时期到2战结束，朝鲜半岛就是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的。3·8军事线的出现，永远的把朝鲜和韩国给隔开了，甚至成了美苏冷战对峙的据点。在苏联的不断书写，中国的不断帮助下，刚开始几十年的朝鲜工农业双向发展，经济都是压韩国一头的。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韩国人，不是逃到了国外，就是选择了加入朝鲜。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，人民流离失所，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，朝鲜人开始脱离北部，不断的往外逃。好在苏联和中国2个老大哥在，是要什么给什么。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，又让世人看到了朝鲜的可怕之处。20世纪70年代，朝鲜迎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，成了工农业发达的国家。要知道，我国在1999年才达到朝鲜全面电气化时代的用电量。计划经济的成功，让金日成大手一挥，实现了朝鲜的医疗、教育、住房全免费，公民能够接受12年义务教育。可就在朝鲜春风得意时，计划经济的弊端出现了，再加上苏联的解体、大饥荒的爆发，朝鲜经济大受挫折，人们接受不了这种落差，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心态中。而隔壁的韩国却奋起直追，在朴正熙的带领下，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。你知道朝鲜为什么坚决不对外开放吗？金正日接手朝鲜后，花了17年的时间，什么法子都试过了，但都失败了，甚至让朝鲜元再次贬值。这时他意识到了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安全感是自己制造的。没有了苏联，俄罗斯也自身难保。美帝在韩国虎视眈眈地盯着，联合国在20世纪严厉禁止的核武器，是时候该搞起来了。于是，一边躲避美帝的监视，一边偷摸地研究核武器，终于在2006年完成了地下核实验。而这就是朝鲜的另一个可怕之处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社会的谴责。朝鲜很可怕，朝鲜人更可怕。他们很清楚，美国越是制裁，核武器就越应该握紧在手里，即使这是不符合规定的。权力到了金正恩的手上后，开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经济，在和中国、俄罗斯、韩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设立经济开发区，让朝鲜国营饭店走出国门，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外汇。外国人也能去朝鲜旅游，一睹封闭落后的朝鲜真容。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把朝鲜打回了原形。本就封闭的社会主义体制，朝鲜人政治思想高度集中，再加上计划经济独立性强，美韩在经济上的制裁、军事安全的威胁，就注定了朝鲜很难对外开放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